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10日，祝大家雙十節快樂啊！嗱，咁我長期關注咗咧中國嘅考古學啦，同埋基因研究嘅發展嘅。咁尤其是咧，我已經討論過超過6次嘅三星堆研究啦。咁啊，三星堆研究咧係近年最矚目嘅一個研究，因為點解咧？佢掘出嚟嘅文明咧，就俾人哋感覺上咧同中國嘅青銅器時代嘅文明咧頗有分別，甚至乎咧佢裏邊嘅煉金術咧，有啲人認為咧係具有呢個嘅埃及或者係兩河流域嘅風格嘅。咁啊，而三星堆咧其實咧係掘到人骨嘅，但係因為咧考古團隊就話長年係被水浸住，所以冇辦法係提煉到 DNA， 而咧佢掘咗個象牙嘅 DNA 咧，亦都係有基因檢測，咁有一啲嘅象牙咧係嚟自呢個嘅東南亞啦，亦都有一啲嘅象牙咧可能係嚟自印度嘅，咁所以咧俾人哋感覺就係三星堆咧應該係一個國際嘅文明嚟嘅，係一個跨國跨地域嘅文明。咁啊，但係咧，最近1個月咧，就有一啲文章喺大陸啊，就不斷咁轉載，話三星堆咧，話係外來文明說法咧，已經被打臉啦。三星堆考古學嘅基因研究咧，已經證明係本土起源嚟嘅，咁啊就並不存在外來嘅引入。咁啊，其中咧我睇到呢篇文章就係烏有之鄉，烏有之鄉咧就係一個大陸咧極左嘅媒體嚟嘅。咁咧佢就話廈門大學啊測了4-5年嘅基因啦，公布咗第一份咧三星堆文化相關嘅古代 DNA， 三星堆古人嘅來源之謎咧終於解開啦！我們中華文明嘅歷史啊，在萬年以上喎。咁佢係根據2023年6月啦，就係呢一個嘅廈門大學團隊啊，就係發表咗一個叫古基因揭示中國西南地區新石器時代速度混合農業流行與呢個文化傳播嘅共同發展呢一個文章，留意佢係用文化發展，因為我多次講過啦，喺考古學嘅定義咧，有文字完整嘅文字記載咧就叫做文明，未有完整嘅文字記載咧就叫文化。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譬如話喺呢個嘅古以色列啊嘅地方，即係呢個巴勒斯坦地方咧，就已經掘到咧有超過1萬年前咧嘅文明嘅部落噶咯，有城郭、有城牆有呢個嘅城邦。咁所以如果即係呢個嘅文明咧都係計為文化同等同嘅話咧，咁啊為呢個嘅近東啊已經有萬幾年嘅歷史噶啦。咁所以咧而家中國人咧亦都有啲農場民就話喂，中國都有1萬年歷史啦咁嘅情況。佢講呢篇文章咧就唔係孤證嚟嘅，就有唔少嘅大陸嘅媒體咧都有引述嘅，包括咗呢個嘅四川在線呢個新聞，就係三星堆人咧與現代歐洲人基因相似。係咪啊？咁就訪問咗一啲嘅考古學家，證明咧唔係喎，冇相似嘅，同啲網友所講話三星堆嘅出土骨渣咧 DNA 檢測與現代歐洲人基因相似咧，呢種講法咧係子虛烏有嘅。咁到底事實係點呢？咁我哋梗係要揾翻原文啦。我就咧查咗佢頭先所講嘅廈門大學團隊，因為咧呢一啲嘅文章咧都係以英文發表嘅。因為我之前講過啦，上海復旦大學李輝團隊咧長年啊係追蹤中國人種嘅 DNA， 咁啊結果咧佢嘅好多個論文同埋演講咧就被取消。個原因就因為咧佢所主張嘅就係國際考古學界所主張嘅就係非洲出走說啊嘛，中國人種嘅 DNA 咧南方咧就係經呢個非洲出走，經呢個印度洋啦去咗東南亞，然後再經東南亞咧就入咗呢個所謂中國今天嘅西南部，而北方嘅中國人嘅基因咧就係非洲出走，然後咧再經呢個嘅近東啦，去到呢個俄羅斯，再去到西伯利亞，經內蒙古，然後咧就係入到嚟呢個嘅中國北部噶，呢個就係我哋目前咧已經知道嘅。但係咧，由於習近平新時代咧就話係中國本土起源說啊嘛，結果咧就係被取消咗。大家呢個已經之前講咗啦，所以近年嘅論文咧都係以英文發表嘅。其實頭先佢所講嘅英文嘅文章咧就係我手上呢一篇嘅英文論文啦，我詳細係睇過佢講法，就發覺咧原來咧大陸嗰啲農場民咧完全係冇睇過篇文章，係胡說八道嘅。咁我今日咧就要講下啦，其實咧根據嗰篇論文就冇揾到任何咧三星堆嘅人骨 DNA 嘅，我之前已經講過啦，係冇揾到嘅。咁佢揾嘅係乜嘢咧？係三星堆以北行10幾個鐘頭嘅地方啊，現代咧有路啦，先能夠10幾個鐘，古代冇路啊，可能要行啦，即係以1-2日以上計算嘅地方，嗰個叫寶墩文化。喺寶墩文化咧，我哋從呢個嘅 Google 地圖咧睇到啦。嗱，呢個寶墩文化咧就喺成都市今天嘅附近嘅位置，就核心位置嚟嘅，就係成都市嘅盆地裏邊。
咁啊，而呢個三星堆咧個遺址就係所謂三星堆一期啦，最早嘅遺址就喺咧佢嘅以北揸車58個小時先58分鐘揸車先能夠去到嘅地方。咁啊，而去嘅地方咧，三星堆文化係沿住河流嘅，咁所以咧一個咧係一個城池嘅文化嚟嘅，一個咧係一個河流咧周邊嘅文化。呢樣嘢咧係經過咧四川考古所咧嘅確定嘅。咁我就詳細咧睇咗四川考古所咧較新嘅一個文章去比較嚇，2021年嘅文章去比較，咁啊就發覺咧三星堆一期咧係遠比寶墩文化至少早300年啦。咁所以時間上係對唔到嘅，係至少早300年嘅。而三星堆一期嘅完結咧，亦都比呢個寶墩文化咧，亦都係早300年嘅。第二啦，地理位置，一個咧喺平原嘅北部嘅，一個就係平原嘅西南同埋中部，唔同喎。咁來源係點樣咧？而家我哋知道咧，寶墩文化咧個來源其實咧就係嚟自長江中游嘅。佢哋喺長江中游嘅部族咧，然後就向呢個嘅西就入到去四川盆地嗰個居住。點解有證明咧？就係證明咗個稻米啊，證明個稻米裏邊咧所發掘到嘅技術同埋個種子嘅來源係嚟自長江，即係今天嘅呢個湖南湖北啊附近一帶嘅地方啊，江西啊湖南湖北一帶嘅地方，加上咧佢裏邊嘅人骨咧係揾到11副人骨出嚟，佢哋嘅 DNA 咧就係同呢個嘅長江嘅人種咧係一致嘅。咁啊，而佢哋嘅居住模式亦都唔同喎。三星堆咧係依住兩條河咧係墜落嘅，同呢個嘅埃及啦、米索不達米亞啦，即係蘇美爾文明啦，其實都係好接近嘅，係依河而居嘅。而呢個寶墩文化咧就係修建城牆，所以今天咧有寶墩嘅呢個嘅圍城喺裏邊嘅遺址係一個城池嚟嘅。咁雖然係一個好簡陋嘅城池，大家都係城池，而且個農作物完全係唔同嘅。咁啊，寶墩文化咧係用稻米耕種嘅，因為長江咧係以稻米見稱啦。咁所以佢帶咗呢個嘅稻米咧翻去四川盆地。而呢個嘅三星堆咧就係種粟嘅，粟咧就係呢個嘅中國古代咧常見嘅糧食嚟嘅。而佢哋嘅器物咧就係好統一嘅，而寶墩文化咧嘅器物咧就唔統一嘅，因為都好簡陋嘅。所以咧三星堆嗰個技術咧喺嗰個文物上邊咧係遠超呢個嘅寶墩文化水平。其實佢哋係住得近，但唔等於一樣啊嘛。即係等於咧你喺呢個嘅新界咧就掘到一個遺址，然後咧喺呢個嘅港島又掘到個遺址，喂，大家相差嘅距離咧都頗遠喎。然後你就話咧呢個港島嘅遺址同新界遺址係同一個發源，咁呢個係講唔通噶嘛。咁所以呢個嘅三星堆嘅中心咧亦都大好多，有500萬平米啊。而呢個寶墩文化係得274萬嘅，完全係唔一樣嘅嘢嚟嘅。咁但係咧嗰啲農場民咧竟然咧就係將寶墩文化即係掘到嘅11副人骨所檢測出嚟嘅係嚟自長江，或者有啲可能係嚟自黃河流域嘅基因係一致嘅，就說明三星堆咧並不是呢個嘅外來文明。呢個好明顯係子虛烏有嘅，好明顯係穿鑿附會，為咗咧係迎合咧習近平所講嘅中國本土起源說而去講出嚟嘅。而中國本土起源說啊，目前咧已經係證實咗啦，係冇辦法有足夠嘅材料去證明呢種講法嘅支撐嘅。喺60年代咧，何炳棣教授咧同張光直教授有一個辯論，其中咧就係呢個嘅中華文明啊，呢個叫做黃土高原起源說，還是係外來引入說咧？因為當時好多人咧主張外來引入說，包括哈佛大學嘅張光直教授，而何炳棣教授咧就用稻米用詩經裏邊一啲嘅材料同埋考古嘅報告咧去證明咧中國嘅農業咧係本土起源嘅。咁呢個當年何炳棣似乎嘅爭論係贏咗，農業咧喺呢個華北平原咧黃土高原咧係似乎咧係呢個嘅本土起源。但係就唔等於佢哋嘅文化文明都係本土起源啊嘛，或者人種亦都唔係本土起源啊嘛，完全係風馬牛不相及嘅嘢嚟嘅。咁所以從呢一點咧，亦都睇到啦。咁而咧呢個嘅所謂驚天真相咧，到底三星堆係咪呢個嘅本土起源咧？呢個講法咧，由於佢掘到個人骨檢測唔到 DNA， 而最詫異嘅就係因為你本土檢測唔到 DNA 啦，北京大學或者係四川考古所、社科院檢測唔到 DNA 咧，係並冇送交到去任何地方去檢測 DNA， 係並冇嘅。即係冇送去呢個嘅歐美啦、英國啦、加拿大啦檢測。咁所以咧，佢單憑咧呢篇文章，佢就聲稱呢篇文章話中國西南地區，而證明到咧90% 至95% 係從黃河流域遷移過嚟嘅。另外5至10% 咧係西南雲貴地區遷移過嚟嘅。已經係正本清源啦，係啪打
打嗰啲崇洋媚外，揾楊祖宗鼓吹咧三星堆文明西來說嘅專家嘅臉。咁好明顯啦，就經過我今日嘅考證咧，就發現完全同佢所講嘅唔一樣。因為頭先嗰篇論文完全就係根據寶墩文化所掘得嘅11副人骨 DNA， 咁而就同三星堆咧係並冇關係喎。咁佢哋同時間存在，係所謂同時間係隔咗300年啦。呢300年寶墩文化係到底同三星堆文明文化有冇任何嘅相關呢？有冇交集呢？呢點咧就不得而知啊嘛。但係從頭先嘅總結嚟睇咧，佢哋嘅無論所耕作嘅模式，還是係居住嘅模式，都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嘅。咁啊，然後佢就話咧，中華文明咧就係已經至少存在咗9000年啦。就係我所頭先所講，佢係互相咧係混淆咗。文明咧就不等同文化，文明咧就係有信史而嚟。因為點解有文字記載咧？就係嗰個信史係好重要嘅，就係相信咧嗰個史實咧係確鑿而可信嘅，就要用文字即係記載啦。而文字記載咧，而家中國嘅文明咧就係由呢個嘅商朝開始，商朝就甲骨文，所以我哋已知嘅就大概3200至3600年嘅信史而夏朝咧就仲未有任何證據證明咗。雖然而家目前中國嘅考古學界咧成日話揾到夏都啊，揾到所謂嘅中華第一龍啊，夏朝嘅遺址啊，揾咗好多，但係咧係傳說時代夏朝嘅一個時期嘅遺址嚟啫，是否等同呢個嘅夏朝咧就不得而知喎。有啲人就話咧，喺甲骨文裏邊所講嘅西邑就等於夏朝啦，咁所以咧而家就掘出嚟嘅夏都咧，其實都係冇文字記載嘅，佢哋是否等於西邑呢？是否等於夏朝呢？亦都係無從判斷嘅。所以同樣道理，寶墩文化同三星堆文化有部分時期係交接，但係佢哋兩者是否等同呢？好明顯就不能夠咁樣講話佢哋是否等同啦。咁所以咧，從呢一點咧，你睇到而嗰啲文章吹噓話中華文明咧已經有9000年啦，其實係中華文明有3600年左右，中華文化可能會長啲，因為所謂中華第一龍啊，或者再推前嘅一啲嘅新石器時代嘅一啲嘅遺址啊，咁你可以話有9000年，但係人哋講緊近東嘅係講緊萬幾年以上嘅歷史嚟㗎，嗰啲文化。咁你而家呢個我哋已知嘅就係人類最早嘅文字就係蘇美爾文明啦，同埋埃及文明啦，距今都係大概有5000年左右嘅歷史。即使你話夏朝係確鑿嘅，夾硬俾佢將文明咧推前多400年歷史，都係4000年，同人哋嘅5000餘年咧，始終都仲爭緊1000幾年，但係唔係即係比長啊嘛。歷史就係要一分材料一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所以佢個文章咧講嘅嘢咧，不但係子虛烏有啊，即係呢個農場文的，而且個農場文嚟嘅佢就突然間引證到咧中華文明咧已經有9000年啦同時間證明到伏羲氏咧所創立嘅伏羲八卦同埋連山曆法咧至少都有9000年啦，無端咧又講埋呢個伏羲八卦，無端又講埋呢個嘅連山曆法咁呢個當然都係可笑嘅嘢嚟嘅，呢個支持烏有之鄉又話中國已經有晒世界上最古老嘅原始文字啦，因為咧喺中華第一龍嘅出土裏邊咧就見到有類似嘅圖騰，到底佢係圖騰啊定係文字咧？呢點咧考古學界、歷史學界咧都冇辦法有結論嘅。咁但係即使係話佢哋係文字啦，仍然比蘇美爾嘅文字、埃及嘅文字咧有距離，而埃及嘅文字同蘇美爾文字到而家已經破譯咗咯。係咪啊？出版咗無數嘅研究論文同埋書籍噶咯，所以呢一點咧都係即係有質疑嘅。係咪世界上最早嘅宮殿建築咧？咁呢啲嘢咧就係即係好明顯，呢啲係為咗民族自信而建立出嚟嘅嘢嚟咁啊，所以民族自信就係同呢個嘅事實咧係往往係有一個分別喺裏邊啦。咁所以即係三星堆咧近一年咧就有好多新嘅報告啦。咁但係咧呢一啲報告，所謂嘅報告咧，其實我仔細睇同三星堆都係並冇實際關係，都係研究寶墩文化咁所以以後再講個三星堆係咪外來文明咧，係咪歐洲咧，甚至乎係咪中東啊近東咧，我哋都係4個字，無從判斷。目前以佢哋嘅考古所得出嚟嘅結論咧，冇辦法得知。但係從呢個象牙嘅出土咧，就知道佢哋係多元嘅，或者從裏邊嘅一啲嘅礦物啦、金屬嘅出土咧，都係多元嘅。好明顯同中原文明咧係有關聯而同呢個嘅印度啊、東南亞文明咧，可能都係有一啲嘅關聯，都唔出奇喎。
所以從呢一點去得知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學者係過分推論啦，就係話呢個嘅三星堆咧係咪等於李白所講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凫開國，何茫然係古蜀國啊？而家大陸咧四川考古所咧都係將佢咧寫成係等於古蜀國嘅。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個都係叫過分推論，冇辦法得出嘅結論。三星堆就等於古蜀國嘅，還是寶墩文化先等於古蜀國啊？還是古蜀國只不過係東周時期啲人想象出嚟嘅一啲嘅歷史嘅片段呢？呢一點咧都係需要更多嘅材料去講嘅。咁今日嘅解說咧就去到呢度啦。以往嘅三星堆嘅解說咧就有6條影片，大家可以咧重溫翻。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文字版本，咁希望大家喜歡啦。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以往嘅教學內容。拜拜。